小蔡女侠，哎，少君没和你一起啊？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呢。少君他，哎呀，少君他怎么了？他娘对他干了什么？哎呀，少君没让说。那少君也没让不说呀。你不跟我说的话，我去找杏儿了。等等，不是他干了什么，而是他什么都没干，枉为人母。当初聂恒成为了控制少君的父亲穆少主，那是一个劲儿的往少主的房里送美人。可我们的少主为人正直，通通不要。偏这个孙若水，是少主恩师之女，口口声声说自己无处可去，少主一时心软就收留了她。谁曾想，她得到了少主的青睐，转头又和聂哲有了一腿。脚踏两船，可不是嘛？确实挺可恶的。来，用润嗓。还有更可恶的事呢，那个孙若水为了讨聂哲的欢心，他竟然说少君是聂哲的骨肉，这不欺人太甚吗？啊！简直就把少主的脸皮踩在地上。这比话本里写的还可恨呢。可怜我们的少主，就这样被戴起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。不过幸好苍天有眼，少君越长大越像生父，父子俩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，那些流言蜚语才慢慢消失。所以我们少君那就是少主的骨肉。我是关月啊，咱说话归说话，能不挤眼泪吗？挺假的。我这可都是真情实感。你可别骗我，我自小是看戏文长大的，你这演技啊，比少君他亲娘差远了。这人一说就来，真爽不得。夫人好呀。蔡姑娘对戏文颇有见解，也是个风雅之人呢。不敢不敢，孙夫人人生如戏，也是个妙人呢。蔡姑娘的房间布置的还真是独特，比起我的居所，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。看来燕儿对蔡姑娘还真是照顾有加呢。毕竟我没抛弃过她。夫人请。天下哪有不爱自己儿子的母亲？只是我一弱智女流，被聂哲严加看管，行动受限，实在身不由己。理解理解。偏穆青叶要攻打极乐宫之时，夫人倒是恢复了自由身。这聂哲人还怪好的。夫人喝茶。蔡姑娘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何必如此见外呢？我听说你是蔡平书的侄女，得你相助，燕儿真是幸运。不过，我很是好奇，你为何愿意帮他呢？莫非燕儿与你们北辰六派之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关系？关系吗？没有，但我随我姑姑，最喜路见不平，行侠仗义，尤其见不得那些被自己亲娘欺负的。夫人还是喝茶吧。请蔡姑娘与我同饮此杯。夫人到底是来干嘛的？如今聂哲和穆青燕胜负未分，谁来掌管离教尚未可知。夫人如此之早就押宝，
未免也太心急了吧？蔡姑娘为何这样误会我？我是一片真心想帮燕儿的，你们这样猜忌，可真是伤了我的心，还真是失礼了。蔡姑娘既然对我有诸多猜测，我也不便再次叨扰，日久自会见得人心。谜样，演技差还幼稚，得亏穆青言不随他。解药，穆青言从哪儿找来这么个贱蹄子？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睡不着。睡不着，睡不着可以去读书练功，再不济去跳大神。你来骚扰我干什么？我睡不着，想来找昭昭聊天，但我看你睡得香甜，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你，我就只能睡在旁边，等你自己醒了。穆青言，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跟你相比，死在我姑姑手里的那些登徒子、采花贼都显得冤枉了。昭昭看过那么多话本，你说的那些登徒子、采花贼，半夜潜入姑娘闺房，会像我一样，躺在一旁什么都不做吗？你离我远点！你居然还带着枕头来？对啊，这不就更能证明我不是来行不轨之事的吗？何以见得？如果真的要行不轨之事的话，一个枕头就行了。再说了，我还怕你对我有非分之想。你信口雌黄！有什么事儿快说，说完就走。突然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昭昭先说。我昨儿去会了会你娘。啊？你们说什么了？她想送我一点东西，我也想送她一点东西。送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她送我迷药，我送了她泻药。这普天之下呀，只有你会这么对付他。令尊这么淡薄的人，为什么会喜欢令堂呢？她是家父恩师之女，聂恒成专门把她寻来，他知道父亲会心软，将她收留在侧。他也善于隐忍，一待就是5、6年，只请教诗词，也从无越矩。日久天长，便有了情谊。5、6年，聂恒成也是蛮有耐心的嘛。聂恒成精于谋算，他想做到一件事情，便会10年、20年的到。他早就想独占了一角，但害怕落人口舌。穆氏子孙，他从不真的出手杀伤，但诛心于无形，掌控犹如提线木偶。他用婚姻算计了我的祖父，让他们终年反目，亲生骨肉，险死他乡。后来又用于心不忍，责无旁贷，挡住了我父亲。可怜父亲，一生咽下外面的山河祸害，可这一生都未能离开瀚海山脉。聂恒成已经死了。
昭昭，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。穆清月，啊，少君啊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你要是没了，我们可怎么办啊？别鬼哭狼嚎了。燕儿，燕儿，你为何要如此待我燕儿？这毒，莫非真是你所为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为何他打玄武坛的时候都没事，你一来就中毒？是心疼燕儿。他无端为何在你的房中中毒？若非有意，又为何清真时分在你的房中？在我房中怎么了？我妈一起同行同住过好几个月呢。我要是想害他，我早就动手。干嘛等到现在？我看你是贼喊捉贼。再者，就属你嫌疑最大。上官在。把他拉出去。夫人，紧吗？上官，怎敢这般对我？放开！燕儿，燕儿，燕儿！我真没想到上官这么勇猛的。我要给少君药浴驱毒。哦，走走走，戴公子，我们走吧。毒性变化难测，少君多保重。这是广天门特制的护心丹，会有用处。他信了。把了脉，细眼看了，应该是信了。他怎么对你下毒的？我父亲的福音剑，他知道我最在乎我父亲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用我的内力抑制住毒性。他也定是受了孽折之事。昭昭，你愿意认识真的我吗？这里便是我5岁以前唯一的世界。我出生后不久，父亲遇袭，生死不明。周岁之时，尚未当上教主的聂成挑断了我的脚筋，逼迫孙若水将我弃养于此。孩子尚幼，手脚很快就能长好。这地方清静，不会被些不相干的人打搅。整整5年，我被关在这里，不见天日，像个畜生一样活着。看这吃相，哪有个少君样？真是造孽！嗨，你懂什么？他到底是穆家子孙，杀了难看，就这么个养法，迟早是个废人。后来呢？后来父亲伤愈归来，得知我在这儿，便将我接了回去。
我绞尽全胆，父亲便耗费内力为我重塑经脉，他也因此内伤成疾，久病难治。几年前，父亲正是油尽灯枯，撒手人寰。父亲死得蹊跷，酋长老又将聂氏叔侄操纵迫害我父亲与祖父的旧事告知，我愤恨难当，杀上了极乐宫，找聂哲算账。之前我以为中了聂哲的五毒爪，奇毒难解，可没想到聂哲的功力不足，他练的五毒爪，毒性不足以致命。是你娘？还是聂哲，他知我与父亲皆看重傅英杰，便只舍孙若水在剑上下毒。这次聂哲想要故技重施，因此我才决定了心中的猜测。聂哲笃定你不知真相，才会又在剑上下毒，想利用你娘再害你一次。真是个蠢人。他不是蠢，是傲慢。家父对他之前百般纵容，他以为我与家父一样可以任他拿捏，所以我便将计就计，让他回去麻痹聂哲。等攻下极乐宫后，你怎么处置他？我答应过家父，要养他终老，那我便养他终老。等收拾完聂哲和他的党羽之后，找个干净舒坦的地方让他住进去，每天吃好喝好，不见旁人，孤独终老。天道往复，终有报偿，这也是他活该。我是就事论事，你别多想啊。我没有多想，我只是觉得昭昭比起我，更像是魔教中人。那我现在可是北辰六派混入魔教的卧底，自然得演得像些。那收拾完聂哲呢？你有何打算？家父生前唯一的遗憾，便是没能离开瀚海山脉。我虽不能完成他的愿望，但也想如他所愿，让这瀚海山脉不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地方。若想大理，先要大破这离教的势力，盘根错节。没有绝对的实力，很难在短时间内复仇。我时日不多，且孤身一人，唯有孤注一掷。现在这等情形，确实不应该拉你们进来。昭昭，明日一早，你便和宋玉芝一起离开。我大老远跑过来，怎么可能会让你一个人啊？可是什么可是？最起码得先杀了聂哲吧。我现在对那个聂哲也是非常非常不爽。你不后悔？你怎么废话那么多呀？我们做生意的最讲究重信手段啦。
夫君，小公子有恙，教主去夫人那儿了。他也配叫夫人？夫人饶命！夫人，少主只是偶感风寒，教主无需挂心。定是那日去园子，吹了风。恩儿以后要掌管离教，不能总待在屋里念书，还需要多出去走动走动。夫君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信不属命，刚进门就听说恩儿身体不适，我心里放不下，赶紧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。姐姐不必在此惺惺作态，思恩可当不起你的关心。你，夫君，既然恩儿没事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夫人真是辛苦了，此番如此顺利，全倚仗夫人之力。夫君言重了，为人妻子能为你分忧解难是若水的本分，只要夫君高兴，若水便心满意足了。军师，尽快收复青龙玄武两坛，极乐宫的防卫就交给凤哥吧。属下明白。聂哲得知消息后，定会派出于慧英去收复青龙玄武两坛，届时极乐宫的防守只能交给胡凤阁。就是上次那个抓我的红衣女子。胡凤哥是聂恒辰收入天罡地煞营的孤儿之一，以悟性奇高、手段狠辣著称。这魔大战后，聂恒辰的党羽死伤无数，胡凤哥就被提拔做了护法长老。胡凤哥素来对聂哲忠心不二，对于慧英更是死心塌地。之前剩下的天罡地煞精锐皆是由他管辖，若与他正面撞上，必定会有场苦战，难保聂哲不会趁机开溜。一旦聂哲离开极乐宫，再想找到他可就难了。那就断他后路，将他钉死在极乐宫。上官，你到时候和宋公子一起带人去妖夜关引开胡凤阁。我和昭昭一起从极乐宫的后山上去。玄武坛内还有不少受伤的教众村民敌我悬殊，若于慧英攻来，如何应付？放心，少君早有对策。周关羽，怎么不见你家少君啊？难不成已经死了？死没死？你自己进来看看，不就知道了。于慧英生性多疑，只要在玄武坛前过弄玄虚，他便会心有猜忌，不敢轻举妄动。聂哲的结局，也该让父亲看看。
进来了。不对，来人，在，赶紧通知极乐宫，让他们小心提防。是。夫人此番居功至伟，当得上教主夫人之位。待解救完穆氏余孽，便举行册封大典。多谢教主。其实，我只要能一直陪在教主身边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不早了，安儿要歇息了。妹妹怎么看起来不高兴？同门相斗，有什么可高兴的？妹妹可是对教主有什么不满之处啊？我只是想起义父还在的时候，我们常在这殿内饮酒，陆师兄和韩师兄舞剑助兴，穆正明少主若来，也会奏乐相和。那会儿离教兴盛，大伙儿都在，没有反叛镇压，更没有寡廉鲜耻、不顾伦常。妹妹此言差矣，难道你是说，教主不如先教主吗？先教主过世后，离教险些四分五裂，若不是教主力挽狂澜，平定乾坤，离教怎会有今日的繁荣与稳定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先教主？义父若还在，岂容得下你这等背信弃义之人？够了！如心师妹，既然恩儿困了，便带她回去休息吧。走。教主，你看如心妹妹她……来人，把这些都给撤了吧。是，教主。你没死，聂叔父。燕儿，夫人，答应不杀你的人可不是我。我劝夫人还是谨言慎行，不要多管闲事。穆青燕，你这是何意？离教惯与能者居之，我想与聂叔父再对决一次。哼，你忘了，2年前你就已经输了。2天前吃过饭，今天就不允许吃了。且不说你们上次给别人下毒，赢的根本就不够磊落。就算你真凭实力赢了，难道就不允许别人再2次挑战了？穆青燕，你伙同外人潜入极乐宫，任凭这北辰妖女在这胡言乱语，难道你要背叛离教？离教本就信穆，何谈背叛？怎么，聂叔父怕了？上官，你这个叛徒！你是开阳与瑶光长老收留的孤儿，2位长老对仙教主忠心耿耿，你却改弦易辙，背叛离教。胡长老说的不对吧？我自始至终效忠的都是穆少君，从来没有变过，哪来的改弦易辙？当年2位长辈死心塌地地投了聂恒城，虽死无悔，今日我也是如此。你一直都是穆青燕的细作，该死！召集令，极乐宫出事了。这什么情况？麻魂散。6派自诩名门正派，也玩这种小伎俩。事急从权，君子不拘小节。
江湖不论出处，出招不按套路，学到了。你的功力怎得如此惊异？到底可催化素子香的毒。原来你们给他下的毒是素子香。解药拿来。什么解药？素子香的解药。穆少君原以为所中之毒乃五毒长所致，没想到真正致命的暗毒竟然是……哼，是又如何？你小子鬼精鬼精的。寻常毒药哪里瞒得过你？这素子香无色无味，本想无声无息地将你熬死，如今与千寻木混在一处，变成了剧毒，天下根本无解。穆青燕，你赢了又如何？连你亲生母亲都要你的命，生母要杀你，生父拜你所赐也死于非命。你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世上？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被素子香熬了那么多年，勾散毒发而亡。我父亲真是悖逆。别听他们的。此龙乃精玄铁所制，是砍不断的。这世上以后就再无穆氏了。聂哲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，打不过我们就还阴的。你们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很快你们都会变成一堆白骨。尸骨天乙是奇文杂记中记载的子母异骨，此骨岂是血肉，繁殖速度极快，越来越近了，有内力。别费力气了，等死了。逆九，自从必须感应到木仇，才能接收到指令。驱使尸骨天乙的人一定在这附近。都这个时候了，阁下还不出来吗？不能亲眼看见我们惨死，岂不白费了你一片苦心？你知道幕后之人是谁？受事算了，没想到聂恒城的4大弟子，还有一人尚存于世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韩一素，韩长老吧。